最近听到一位80后老式儿童说，他小时候经常焚烧塑料袋，就为了听到着火的液滴发出呜呜的声响。那么塑料滴火为什么能发出这种奇特动静呢？另外，这位儿童坐飞机时还时常看见机翼上有隐隐绰绰的气流波动，这总让他不由想起火焰滴落的呜呜声。因此，想知道二者在原理上是否存在关联，以及其中的原理在飞机设计上有什么用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先来观察燃烧的塑料液滴。此时，液滴表面正受热分解，释放出的一氧化碳、甲烷、乙烷、乙烯、丙烯等可燃气体向四周喷发并燃烧，形成了液滴的燃气层。这层喷射燃气受到迎面气流冲击，边界出现了运动的波浪，而迎面气流撞击波浪时会减速升压，在冲撞处产生压力波动。这些压力波是音速运动的疏密纵波，由于速度远超来流而向四周扩散，让旁边的人听到呜呜的气流撞击声。由于液滴下落时声源不断远离人耳，导致单位时间听到的空气振动次数在持续减少，也就是出现了多普勒效应。所以呜呜声的音调听起来是从高到低。但如果迎面气流超过音速，让压力波无法逆流前进，又会怎样呢？其实这种情形在客机机翼上时常出现，那就是隐隐约约的激波。原因是现代客机采用超临界翼型，上表面曲率很小，以至于吸力峰值较低，且位于翼型中段，导致气流加速距离延长，层流范围扩大。当以大约 0.8 马赫巡航时，气流在翼型中段加速到超音速，此处翼面的边界层开始挤压堆积，厚度增大，形成波浪起伏。虽然这和塑料液滴的燃气波浪相似，但超音速气流冲击波峰所产生的一系列压缩波是以音速传播的，所以只能相对机翼后退，聚合为压强越变且和飞机同速的激波，将穿过的气流压缩减慢成亚音速。气流越过峰顶时扩散膨胀，形成了一组膨胀波，又将穿过的气流加速成超音速，开始冲击第二个波浪，再次形成压缩波并聚合成激波。气流依次冲击波浪，就会在主激波后方制造多道次激波。当机翼的反光穿过这些激波时，会发生偏折，就可使乘客看到飘忽的影像。而气流被激波压缩减速，其实是在消耗飞机的动能，所以激波制造了额外的阻力。因此，超临界翼型的优点就是用平缓上凸的表面来推迟激波出现，从而降低波阻，提高临界马赫数。但任何奇形怪状的飞机，只要超过了音速，机头都会顶起激波并承受激波阻力。根据研究，在给定体积下，这种中间粗两头尖的纺锤体波阻最小，称为希尔斯哈克旋承体。从公式看，激波阻力正比于物体横截面积沿长度分布的二阶导数的平方。说人话就是，机体沿长度方向的截面积变化曲线越平滑，则激波阻力就越小。后来，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又将该理论扩展到细长但非轴对称的形状。据此，美国斯塔瓦蒂公司设计了一款形状怪异的第6代双发舰载机 SM-39， 这种被称为剃刀的无尾飞机，外形就像个大号分叉，最大平飞速度可达到4马赫，具备优良的隐身性能和较低的制造成本。从造型看， SM-39 飞机的设计思想就是把装着2台发动机的粗壮机身一分为3。由于发动机短舱从主体分离，这就使得中央机身近似纺锤，从而减小了横截面积分布的二阶导数，使波阻降低。然后再把2个发动机短舱向前延长，短舱的封腰造型使截面积曲线内凹，再叠加机翼的截面，就使整体的面积分布曲线变得平滑，曲率减小。因此，这个3叉戟造型比普通的单体机身更符合超音速面积率。可见，这种激进的3体修行方案能够大幅降低波阻。再加上力大飞砖的发动机，说不定这把剃刀真的能飞到4马赫。